战，一个视频带大家认全常用形容词。我现在手里有一本书，它的书页全部都是直的，直线，直。像我现在正笔直的站在这里，我直直的站着，这也叫做直。我的手上现在拿着一个白色的书立，它的侧边这里也是直的。如果我把书立侧过来，那么它就是斜的。就像我现在如果靠在墙上，我这样子靠在墙上，那么我整个人也是斜的。我们把斜也叫做歪，歪向一边，歪头，歪。那在这个书立两个直线交汇的地方，这个角叫做直角，直角。像我们的墙这面和这面墙相交的这个角也叫做直角，直角，它是一个角度。我的手这也形成了一个角度，这叫做角度。那这个直我们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，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他很正直，品性非常的好，叫做正直。我现在手里有一个罐子，它是由很多直的面儿构成的，一面儿直的面叫做平面，这是一个平面。由这么4个面构成的叫做长方形啊，这是一个长方形，它其实是一个罐子。在这个长方形的罐子上面配着一个圆形的盖子，我们揭开盖子，这是圆形，圆。那这个罐子它的口也是圆形的。在中国，我们也可以用圆来形容一个人，比如说你很圆滑。我身后的台灯，这个台灯它也是一个圆，但它是一个立体的，叫做圆球。像我们的足球、篮球都是圆球形。我现在手里拿着一个充电线，这个线它不够直，它是弯曲的，弯曲，就像我的手指这样是伸直，这样的话手指就是弯曲。那相较于我充电器线的长度，这个叫做长度。那我手里的插排，它的线明显是更长的。它们两个不仅在长短上有差异，插排的线更粗，这个更细，这是粗的，这是细的。就像我们的脖子，它要比手指头更粗，这是粗的，手指头相对来说更细一些。拿盒子举例，如果是左右横向的，那么这是它的长度，上下是纵向的，纵向是高度。那这个盒子的前和后，这个叫做宽度，长、宽、高。那和盒子比起来，我的这本书在纵向上它要更高一些，那这就是高的，盒子就变成了低的。高和低我们经常用来说人的身高，比如从脚到头，这个叫做身高。我们可以问别人你的身高是多少，或者说你有多高。那横向看起来，我的盒子要比书更长，这是长的，盒子是长的，
书这里是短的，长短。那比起它们的宽度来说，盒子更宽，我的书更窄。我们也可以把窄叫做薄，那这个盒子就更加的有厚度。那我可以说，这是一本薄薄的、很窄的、有一定高度和长度的书。我现在手里拿着两本书，比较起来看，这本书更大，这本书更小。它是在说一个东西的面积大小。那大小也可以用来说数字，比如2:1更大，也可以用来说年龄。我的母亲年龄比我大。比较这两本书，我们还可以说这本书很硬，很硬；这本书很柔软。我们可以翻动这本书。柔软。我手里的书，它的书面非常的平，很硬，很平整，这是平。包括我们家里的墙，这也是平的，平面。但我的衣服就不够平，它上面有一些花纹，不是平的。而且我可以把它揉成皱的，这是皱。我衣服的袖子，或者说这叫做袖口，这是袖子、袖口。虽然很皱，但它同时很松软，松。我们很容易就能扯开，这个叫做松。那我手里的粘毛器，我们可以用它来粘衣服上的毛，它就非常的紧，我很难把它们拔开，这个叫做紧的，这个叫做松的。我用粘毛器在袖子上滚来滚去，滚动，滚动。那么粘毛器就会变脏，这是脏的，脏的。我的衣服会变得干净一些。我现在手里拿着一个水杯，大家应该怎么形容它呢？这个水杯是空的，里面没有水，大家可以透过玻璃看到它里面没有水，空的。除了水杯的把手之外，这个水杯是一个圆形，它有一定的高度。我可以给这个有一定高度的水杯装水。我现在给空的水杯装了一些水，水有一定的高度。我们说高，经常是从下往上，叫做高。如果说深的话，从上往下叫做深度。我现在几乎给这个水杯装满了水。刚刚的水杯是空的，现在水有一定的高度，几乎已经满了。我们现在也可以说从上往下看，这个水很深，这是深。深除了可以说水之外，我们还可以说颜色。比如我身后的墙，它的颜色就比这面墙的颜色更深。我现在拿来了一个花瓶，在这个花瓶里面有很多枝花，花瓶里面有9枝花，我们可以说花很多。那如果我从很多的花里面拿出一枝，那么这个花的数量就会变得很少。这是多的，这是少，他们说的是数量。比如我们可以说，比起来手指的数量，
我们头发的数量更多。在花瓶旁边的台灯现在是亮着的，我可以通过按开关，它有一个开关让灯变暗。现在灯灭了，它变暗了。我们也可以按开关让它变亮。那我家里路由器的线也很乱，这是路由器，这是它的线，很乱。但在我书架上的书就很整齐，这些书排列得很整齐。那大家看到的墙面、台灯、花，这些全部都是不动的，但我却是动来动去的。这是静止，这是动。那动起来的速度有快和慢。我现在这样摸头发，这就是很快。那我如果这样，那就是很慢。快、慢，他们是说速度。比如说跑步，它的速度就要比散步走路速度更快。我现在给大家拿来了一个装饰的展板，在这个长方形的展板上有很多形状，比如说圆形或者不怎么规则的形状。那在展板上，这个钉子它是尖的，尖的。像我们的笔，这是一根中性笔，它的笔头是尖的，叫做笔尖。笔尖。那这个钉子，它的头也是尖的，尖。这是我用来簪头发的发簪。发簪，它的一头，这头也是尖的。大家可以用这个视频学到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下我们看到的事物。就拿我来举例，我可以这么形容自己：那我是一个有一定高度的，有很多头发的，脸圆圆的，穿着很松软毛衣的人。那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外部的事物，它们的形状和状态。那如果说回我们自身，我们自己，如果我对大家微笑，微笑，那么我就是开心的、快乐的，开心或者是快乐。那和开心相反，如果我嘴角向下，眼睛里面流眼泪，那么我就是悲伤的。我这样就是悲伤的。快乐和悲伤都是我们的心情。那现在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朋友，那我们可能会孤单。希望今天介绍的形容词对你有所帮助，希望你快乐每一天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下个视频再见。